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爱泼斯坦文件。最近几天国际主流媒体最大的一个瓜，推特的热搜，也是微博的热搜，也是今日头条的热搜啊。1月30号这一天美国司法部公布了第二批爱泼斯坦文件，这批文件的数量非常巨大啊。说文字版呢有300万页，300万页什么概念有人算了一下，大概相当于17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那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多少人看过一遍？你想想，这17部，还相当于《永乐大典》好几部。《永乐大典》，你想想，明朝编撰的时候，那搞了几百名知识分子，这抄写了多少年才搞一部《永乐大典》？现在你瞧瞧，人家爱泼斯坦的文件就相当于你好几个《永乐大典》了。这还没算完，还有2000段视频，还有18万张图片。可以说整个资料非常的浩繁呐。他一公布呢，那立刻引起了整个欧美上流社会的精英群体的一场大地震，大家都惶惶不可终日啊。为什么呢？都在想自己会不会在这个爱泼斯坦的这个文件里头呢？因为年代久远了，自己当年有没有跟爱泼斯坦一起吃过饭，坐过飞机，上没上罗利岛，参加没参加过性派对，时间一长自己就忘了，别人提醒可能都想不起来。但是呢，如果出现在爱泼斯坦的这个文件里，那就糟了，对不对？帮助你回忆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大家都在非常紧张，而且这批文件一公布，国际主流媒体就纷纷进去开始搜索啊。我刚才不是讲了吗？这批文件现在在美国的司法部那里头全部是电子档的形式在线公开，而且还非常贴心的，你在上面可以直接搜索。你比如搜索李元朝几个字，一搜索，那李元朝当年跟这个安德鲁王子一起吃饭什么之类的，这邮件都有，非常方便的。结果这批邮件一公开之后呢，立刻就在整个欧美的上流社会炸开了花，好多人都被炸伤了啊。这中间我这个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叫比尔盖茨。比尔盖茨跟爱泼斯坦的关系比较暧昧，大家都知道前几年媒体就报道说这个比尔盖茨曾经被爱泼斯坦敲诈过。那肯定是比尔盖茨有什么把柄在这个爱泼斯坦身上吗？那这一次爆的料那就比较轰动了啊。爱泼斯坦的那个邮件里就显示说是比尔盖茨前些年跟他在一起，他给比尔盖茨介绍了一个俄罗斯美女。但是这个爱泼斯坦这个人呢，也不太讲职业道德，他给这个比尔盖茨介绍这个俄罗斯美女有性病。那你想想，你给人比尔盖茨世界首富介绍的这个俄罗斯美女，你也不提前做的体检呢？没做体检，结果就把这个性病传染给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当然比尔盖茨一开始不知道呢，又把这个性病传染给了他自己的太太。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敢向他太太坦白他就跟这个爱泼斯坦商量。爱泼斯坦呢说是给他点抗生素，让他偷偷的，比尔盖茨偷偷的把这抗生素给他那个妻子吃，让他妻子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把性病给治好。这个瓜一爆出来，大家都哈哈大笑。你瞧瞧这个比尔盖茨，是不是还这个采用这种方式欺骗自己的太太结果比尔盖茨听到这个信息之后，第一时间就出来辟谣，说全都是假的，都是污蔑。因为现在爱泼斯坦已经死了，对吧？死无对证嘛。他的那份文件里头显示的这个邮件呢，好像也没发出去。那么这个时候比尔盖茨就可以辟谣了嘛但是辟谣的过程中给人感觉有点心虚。为什么呢？因为比尔盖茨当年跟他的妻子离婚的时候他的妻子接受采访就说了，他说他之所以跟比尔盖茨离婚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比尔盖茨跟爱泼斯坦的关系比较暧昧。You know, it was also widely reported that Bill had a friendship or business or some kind of contact with Jeffrey Epstein, and that you were not, that was very upsetting to you. Did that play a role in the divorce at all in this process? Yeah, as I said, it's not one thing, it was many things. But I did not like that he'd had meetings with Jeffrey Epstein, no. And you made that clear to him? I made that clear to him. I also met Jeffrey Epstein exactly one time. Did you? Yes, because I wanted to see who this man was. And I regretted it from the second I stepped in the door. He was abhorrent. He was evil personified. I had nightmares about it afterward. 那这算一个间接证据
另外一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比尔盖茨这几天啊，社交网站的评论都给关了，因为底下大家都在笑话他嘛。所以这是比尔盖茨啊。第二个就是英国的安德鲁王子，当然他现在已经不是王子了啊，被他哥开除了王室的籍贯啊，贵族籍啊，但毕竟是曾经的安德鲁王子嘛。这安德鲁王子呢，大家都知道他跟爱泼斯坦的关系啊，肯定是非常密切，而且他自己就是花花公子啊。在上一轮的信息披露中间，他就已经被披露出来跟那未成年少女啊发生关系啊等等丑闻。这次又有一些瓜，比如说当时2019年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言之凿凿的说 Was that visit, December of 2010, the only time you saw him after he was convicted? Yes. Did you Yeah. see him or speak to him again? No, that was that. Funny Never enough, since then. 2010 was it. 他跟爱泼斯坦没有再接触了。但这次的信息显示啊，当时爱泼斯坦从监狱一放出来，他第一时间就邀请爱泼斯坦到白金汉宫去吃饭，然后还把很多的政商信息都告诉他。就我说的，他说跟中国的李元朝啊要吃饭呐，什么这些信息都告诉了这个爱泼斯坦呐。还你比如说这次披露的那个照片里头，说地上躺了一个女性，这安德鲁王子就趴在这个女性身上，啊，当然穿着衣服啊，但这个时间地点也不知道。但是这些信息出来，已经让英国的王室啊颜面扫地。还有第三个，马斯克，马斯克这个人呢，他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他跟川普当时闹矛盾的时候，他当时就跳出来说，他说川普为什么不愿意公开这个爱泼斯坦文件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在那里头有问题嘛。结果当时川普还说这个人这个是疯了，马斯克疯了。但没想到这次啊披露出来的爱泼斯坦的文件中间，哎，真就有马斯克的信息。让马斯克的信息里头还不少。说马斯克一开始啊非常急于想挤进这个罗利岛的圈子，然后呢几次想去啊去不了，还挺焦急的。然后后来呢，好像是这个爱泼斯坦因为什么原因就没去成。但是呢，马斯克一开始有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派对是什么性质。爱泼斯坦还明确的跟他讲，就是性派对。当然，马斯克这个人呢，他是个商人啊，他本身也不太在乎自己的名誉啊，或者说他本身也没立那种什么道德圣人的这个人设，所以对他的这个影响啊，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其他的这些政治人物啊，那你想想，那损失就大了啊。你比如说川普，现在川普自己的这个爱泼斯坦文件里头啊，据说被提及1000次。当然，现在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他好像去了这个罗利岛啊。但是好像中间有很多信息啊，隐隐约约的给人感觉他这里头曾经也参与过那些不太光彩的性派对啊。还比如川普现在他的政府官员里头有30个人都在这个爱泼斯坦文件里头，比如说他的商务部长卢特尼特。这卢特尼特当时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说爱泼斯坦这个人就是个恶人。 Massage table in the middle of your house? How often you have a massage? And he says, every day. And then he gets weirdly close to me. Ooh. And he says, and the right kind of massage. 我当时跟他一打交道，我就觉得他是个恶人，就再也没有跟他打交道了。结果没想到这次的信息显示呢，他说完这个爱泼斯坦是恶人之后，两个人还亲密交往了好几年呢。你就想想，我彻头彻尾的撒谎嘛！而且整个啊，就是这个欧美上流社会，不仅仅局限在美国，包括欧洲的很多国家的政客啊，也在这一轮的信息曝光过程中间啊，都中枪了。比如说英国去年曾经担任过驻美大使的这个官员，这个人名字叫彼得。这彼得呢，现在就发现了他跟爱泼斯坦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密切到什么程度呢？他这个人就比较恶劣了啊！他把这个英国政府给他的一份经济政策的简报，是机密级的，就直接转给了爱泼斯坦。然后爱泼斯坦呢，后来又给他的账户里转了7.5万美元。那现在曝光出来之后啊，这个彼得就说：“那我完全不记得了，我根本不记得这回事了。”当然，一般这些公众人物说他不记得这回事的时候啊，基本上他就等于承认了嘛，是吧？那现在英国政府啊就说这要调查这件事情。那么呢，彼得呢就赶紧退出了工党，他原先是工党的内阁大臣呐，现在是上议院的一个巡爵啊。但英国的上议院啊，好像也没有权利剥夺这些巡爵的称号。但现在很多英国上议院的这个议员都说
准备修法，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人呢赶紧给开除出去。然后还你比如说那斯洛伐克的前外长，那在2018年左右，那你想想2018年那个爱泼斯坦已经声名狼藉了，他那时候还天天跟爱泼斯坦一起吃饭呢，爱泼斯坦给他介绍联合国的高官，还包括特朗普前面的红人班农一起吃饭。那个消息传出来之后，那斯洛伐克啊，那大家都觉得不能容忍，那于是乎这个哥们儿也辞职了，也包括挪威、瑞典的一些王室成员也都牵扯其中了啊。我看完这些瓜，我有个感觉啊，我觉得爱泼斯坦这个事件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红楼，大家还记得吧？厦门远华大案中间的赖昌星，在厦门市建了一栋红楼，这个红楼不起眼啊，一共只有7层。这7层呢，1楼是会客室，2楼呢就是餐厅，3楼呢就是桑拿，4楼呢就是这个卡拉 OK，5楼呢就是客房了，6楼呢是总统套，7楼就是他自己的办公室啊，一条龙服务。他当时搞这个厦门走私案的时候，要搞定当地的政府官员吗？搞定当地的政府官员怎么搞定呢？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红楼。这红楼里头，你想想，吃饭呢、卡拉 OK 啊、桑拿啊，这都一条龙啊。他找了10几个漂亮的小姑娘，专门给这些政府官员提供服务啊。结果就把厦门的海关关长，这不杨前线都搞定了。那不仅仅在这个里每天享受啊，还专门给他物色了一个情妇。这情妇跟他一起同居，送给他别墅，然后呢还生了一个孩子啊，送汽车啊，这都不说了啊，就把这些官员都给拉下水了。那么这个红楼这个事件披露出来之后啊，那当年啊，那个厦门远华案破获了之后啊，还把这个红楼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开放展览了。我当年去厦门的时候，我去参观了一下啊，这个参观没几天，这个红楼呢就给关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民群众啊对这个红楼里的兴趣啊还比较浓厚啊，就是当时人家这个桑拿嘛，啊，这墙上还贴着美女照嘛，所以后来有关部门觉得这事儿不太行，给人感觉是在清算腐败分子。结果人民群众越看呢，给人感觉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被赖昌星通过这个性贿赂的方式给拉下水了，所以紧急就把这个红楼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给关闭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红楼呢跟这个爱泼斯坦这个事件有点相似呢？你想想，这其实啊都是聚焦于这2个国家体制中间啊，这个政商之间它的一种用性做纽带的这么一个社交网络。那爱泼斯坦不是有罗利岛吗？当然罗利岛的规模更大，人家罗利岛有70英亩啊，那里头有豪宅又有游艇的，是不是？而且那个罗利岛啊，那影响的辐射范围那也是赖昌星这个土老帽没法比的啊。那你想想，人家这个罗利岛里头有美国的那些重要的政要，有欧洲的王子，有这个欧洲的其他的国家的那个外交部长、驻美大使，是吧？等等。那赖昌星呢，他几乎还只局限于厦门，但是他有点类似，就我说的，他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以性为纽带来组建的这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网。当然，在中国呢，这个关系网它基本就是直接的性贿赂，通过贿赂的方式搞定这些政府官员。而实际上，这个爱泼斯坦呢，也是利用这种性啊做纽带啊，他搞定这些这个政兴名流啊，然后呢，他获取自己的商业利益嘛。但他跟中国的体制相比呢，他基本是一种软性的，他不像中国直接搞定你就直接搞走私了嘛，那么直接嘛啊。但是那个罗利岛啊，在程度上啊，应该说比这个红楼呢更恶劣一些，因为红楼揭露出来的这个信息啊，那服务的女孩子基本都是成年人嘛。这罗利岛，这爱泼斯坦这个是个变态皇啊，当年他是搞了很多未成年人。你想想，他当年2006年案发的时候，不就是因为他找那13、14岁的女孩子给他提供性服务，然后才导致的案发吗？所以他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间，作案的手段那应该是更令人发指。但是啊，从某种角度来讲，它其实有很大的类似的这个程度。那么我就觉得比较这2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挺有趣的，就是这2起案件在中美这个2个体系之下啊，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厦门远华案当年是1999年，那么中国的海关总署纪委接到了一封举报信，这封举报信一共有70多页，那肯定是一个
在厦门海关里头相对来说比较知情的人，他就把当年厦门海关的关长跟赖昌星之间勾结起来搞走私那非常详细的那个证据都给列出来了。这个举报信传到了中国海关之后呢，就传到了朱镕基手里。当年朱镕基是总理朱镕基亲自批示，后来成立了一个420办案组。这420办案组呢，是因为举报信的落款是1999年4月20号，后来就成立了什么纪委监察委这个公安部这个正联合调查组，就到了厦门海关进行调查。那么一调查，那当时抓了很多人，赖昌星一看不好，闻风就跑掉了。那当时给他通风报信的，就是当年厦门市的公安局局长、福建省的公安厅的副厅长叫庄如顺。这庄如顺后来也判了死刑，后来又改判了这个死缓无期徒刑他当时呢也是接受了赖昌星的贿赂也在这个红楼里面然后赖昌星就跑到了加拿大，大家都知道在加拿大待了10几年后来这个厦门走私案呢，他一共是调查了600多人，判刑的有300多人呢。那么我当时看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整个这个红楼事件其实是厦门走私案的一个附属的部分。也就是说，在整个厦门走私案过程中间，发现了赖昌星怎么搞定这些人呢？是自己搞了一个红楼，红楼过程中间贿赂这些政府官员嘛。但这个呢，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跟这个爱泼斯坦这个事件比起来它就有非常大的路径差异。爱泼斯坦大家都知道，那当年是06年的时候，他案发嘛，案发当年其实已经基本把他很多事情调查清楚了。后来那不是有个检察官吗？就跟那个辩方律师签署了一个和解协议，以一个极轻的罪名，后来就把这个爱泼斯坦给放出来了。他在监狱里头，我们都讲过，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他好像白天还可以出去溜达，然后他还可以在监狱里头见其他的女性，其实跟住5星级宾馆也没有太大区别那么他当时呢，以这个极轻的罪名把他放出来之后呢，这个案子看似就结束了。后来呢，就遇到了美国有一个媒体，这个媒体呢叫迈阿密先驱报。这个报纸中间有一个女记者叫朱莉布朗。这个朱莉布朗她其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间接触到了这个案子，她就发现这个案子不正常。为什么不正常呢？就是说呈现出来的这个未成年人犯罪这么严重的罪行，但是呢，爱泼斯坦当时以那么轻的罪名就给和解给放掉了。于是他就通过这个案子过程中间的一些司法文件去联系当年的一些受害者，非常不顺利很多受害者都不愿意接触记者嘛，不愿意回忆那段往事后来在他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呢，就敲开了一些受害者的心扉。那么这些受害者就给他讲述当年作为未成年人被这个爱泼斯坦骗到罗利岛，给这些其他人呢提供性服务的这么一个过程他先后在1年时间里头访问了60个受害者。其实他这个访问这些受害者主要不是让他们讲这个受性虐待的这个细节，主要让他们讲的就是这些检察官怎么动员他们，怎么让他们跟那些人和解，跟那个辩方和解。那么这些受害者就愿意陈述嘛所以这个呢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又找到了当年的办案的警察和这个探长。那么办案的警察和探长实际上对这个检察官也有意见。为什么呢？就是当年他们办案的过程中间已经发现了很多非常确凿的犯罪事实，但是他们发现检察官在起诉的时候对他们调查的事实视而不见，不用。那么这2条线他们这个迈阿密先驱报把它调查清楚之后，在一些律师的帮助之下，然后呢就是审查都没问题了，把这个报道就陆续给放出来了。这是2018年，这个放出来之后立刻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大家就觉得这太可怕了，这么多未成年人成为了受害者，结果这爱泼斯坦就这么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当然了，美国司法部后来也说了，那个检察官叫阿克斯塔吧，说他是判断失误，并没有什么违法犯罪的证据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一系列的报道掀起了美国媒体对爱泼斯坦案的这种穷追猛打。那其他的媒体就开始加入到了报道的行列比如《纽约时报》就调查了爱泼斯坦他的整个的商业帝国，也包括他的一些就商业伙伴公司之间的关系美联社呢
搞到了爱泼斯坦啊，在监狱里头啊，整个记录4000页。爱泼斯坦2019年不是被抓起来了吗？抓起来之后没几天就死了嘛，就自杀了嘛。那么美联社就把他的监狱里的文书都搞到了，那些文书就披露就显示，那监狱管理的非常混乱。然后在这个爱泼斯坦死了之后呢，他们还试图伪造这个巡视记录。还比如华尔街日报呢也报道了很多关键的细节，比如说搞到了就是他们的这个通讯录，还有他的一些私人的这日程表。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公民记者啊，然后要求美国各个部门去开放这些档案。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2019年呢，爱泼斯坦不就被重新抓起来了吗？抓起来之后没几天，他在监狱里就死了，非常神秘的死了。非常神秘的死了之后啊，这件事情给人感觉好像似乎又有点不了了之了啊。但是这件事情美国的媒体一直在追踪，追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爱泼斯坦死的比较蹊跷嘛，大家都不相信嘛，这个人怎么好多人进去之后没多久就死了呢？怀疑他的死是被别人暗杀的，要灭口。第二，围绕着爱泼斯坦的文件中间涉及到众多美国的上流社会的一些人物，那么这些人物跟爱泼斯坦究竟干了哪些龌龊事儿，不能因为爱泼斯坦的死这事儿就不了了之。第三，还要审核一下当年就是你爱泼斯坦第一轮那个司法和解的过程中间有没有腐败啊。那么就在这种背景之下呢，美国的这些媒体啊就开始对爱泼斯坦这个案件进行穷追猛打，要求公开信息啊，包括那些受害者不停地出来接受媒体的采访啊，要求公布真相啊。那么这个事情到了2025年的时候呢，就由媒体单纯的追踪转移到了美国国会立法的这个层面。那么2025年的7月份啊，这美国国会中间啊，这个有2个国会的议员，众议院啊，这2个众议院的议员呢，他们一开始是接到了一些受害者给他们这个写了信，要求这些国会的议员在介入。为什么呢？因为你美国的媒体你再报道，司法部不管你嘛，司法部就说了这些文件都是保密的了。那川普也不积极，川普都说了，这东西不要天天追着这个爱泼斯坦文件了，里头什么都没有，是吧？那没有办法啊。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受害者，也包括媒体的记者，就跟这个众议员联系，希望众议员在国会通过立法的方式强迫司法部公开文件。在这里头呢，就有2位非常重要的国会的议员啊，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一个呢叫做罗康纳，这罗康纳是个民主党的议员，另外一位呢叫做马西，这马西呢是一个共和党的议员。所以这里头你可以看到了吗？这2位议员实际上在国会上是分属2个不同的政党。这罗西啊实际上是支持川普的，但是他在爱泼斯坦案件过程中间呢，他坚决主张公开这些司法文件。为此啊，不惜跟川普进行决裂啊。这2位呢，听到了那些受害者给他们的陈述之后呢，就决定在美国的众议院推动一项立法，强迫司法部啊公开所有跟爱泼斯坦文件相关的各种档案、邮件等等这些信息。那么在2025年的7月15号，他们就提交了这份叫 HR 4405号法案。那么跟他们一起签名的呢，一共大概有20几位啊国会的议员。这些国会的众议员呢，也分属不同的党派，绝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啊，因为民主党嘛，那当时也是在野党，而且川普一直反对公开这个爱泼斯坦文件嘛，所以民主党是积极推动爱泼斯坦文件公开的主要政党。但是呢，这20几个众议员里头也有几个共和党的议员。这共和党的议员中间呢，你比如说有个叫梅斯的啊，他呢就是虽然是共和党的议员啊，但他就坚决主张公布爱泼斯坦文件。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间无分党派，因为透明公开啊是行使这一事件正义的最重要的前提。那么就是在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啊这些议员啊共同的推动之下，在2025年的7月15号，这个 HR 4405号法案呢就正式提交给了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啊，提交到司法委员会之后呢，这司法委员会啊，你得举行听证啊，听证完了之后要做修订啊，修订完了之后呢，在众议院排期哪天进行表决啊。但是呢，就是这几个议员啊，把这个法案提交上去之后啊，就没动静了。当年就是个司法委员会的主席呢，是个共和党的议员，他对这个东西啊不太感兴趣啊，
川普天天都在讲，都是民主党的阴谋，天天给我们搞事情。我们现在在国际上为美国再次伟大，天天在奋斗，他们天天后面给我们捅刀子，是不是？所以这个民主党议员主导的这个司法委员会啊，对这个案子就采取了冷处理。那么呢，这马西他们呢，一看这个就急了。那么于是乎呢，他们就想推动一个特别程序。这个特别程序啊，在美国的立法史上比较少见。就是说，如果你征集到众议院过半数的这个议员的签名啊，你就可以不经过这个司法委员会，直接在众议院进行表决。那么这需要多少票呢？一共需要218票。这218票，你如果征集到了众议员的签名，其实这个司法委员会这个程序就不用走了。于是乎，就在2025年的9月初，这马西啊就铤而走险，就要求从这个司法委员会啊撤出这个法案，直接进行签名。这个签名啊，你想想啊，民主党当时在这个众议院里头一共有212个席位，大家都支持啊，212个民主党议员全部签名支持了。你需要218票，这218票还差6票，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共和党就出了几个叛徒。你想，马西本身就是共和党的，包括呢梅斯也是共和党的啊。后来在这个法案的签名过程中，共和党中间一共有4个叛徒愿意签署这个法案，那么加起来212加4票就是216票，还差2票。结果事情的转机就在今年的11月份。那么民主党啊有2个选区啊，他们在改选，改选过程中间呢，有2位民主党的议员都当选了，就是在今年的11月12号当选之后，那你想想，加上这2票216，加上2票不就是218吗？其中有一个民主党的议员在当选前他就说，如果我当选的话，我马上签字。结果就在今年的11月12号，这2名民主党议员宣誓就任之后，这个签名的这个数字就成功的达到了218票，过半数。于是乎，那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就不得不就把这个法案排到了就是众议院直接进行表决的日期。这个日期呢是2025年的11月18号。那么2025年的11月18号的表决啊，咱们先回头再讲啊。首先这里头我给大家讲一下，就这个法案的内容啊。这个法案其实很简单，它其实概括起来就叫爱泼斯坦透明法。那么这爱泼斯坦透明法，它这里头开宗明义就讲到，它说本法案一旦通过啊，30天之内，美国的司法部必须公开跟爱泼斯坦法案相关的所有的文件，没有保留。这些文件包括什么呢？包括你想想啊，你爱泼斯坦的那些乘客名单、行程单、飞行记录、海关移民文件，还包括什么呢？你美国司法部调查这个过程中间的所有的会议记录、备忘录、邮件往来。言下之意就是你司法部本身怎么做的决策，我们也想知道你们是不是跟别人勾兑了。那么还比如说爱泼斯坦啊，他所有的犯罪活动、民事和解、豁免或者认罪协议以及调查程序中间关联的任何人。还比如说你整个这个调查过程中间的这个通讯、备忘录、指令、日志、原元素等等这些信息通通都要公布。而且还特别强调了，不得因为尴尬、声誉损害或者政治敏感性为由拒绝延迟或者删改任何记录，包括任何政府官员、公众人物和外国要人。也就是说，比如说涉及到安德鲁王子、涉及到比尔盖茨、涉及到克林顿，也通通都得公开。你想想这些信息，那肯定是很多人都非常犯忌呀，对不对？不太敢呐，是吧？那么这个法案中间也就讲了哪些情况下可以不公开呢？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涉及到受害者的个人隐私，比如涉及到他的电话啊、照片啊、地址啊，这些信息不能公开。第二，涉及到一些儿童色情的这种画面，比如视频呢也好啊，画面也好啊，因为美国有一项法律，涉及到儿童色情的这个内容，它不得公布嘛，不得传播嘛，那么这个法律本身不能跟它相冲突。第三，涉及到正在起诉的案件，不要影响到现在起诉的这些内容的公正性，可以不公开。但是它同时啊，又做了一个限定性规定，
说每一个不能公开的内容，你涉及机密的内容，你都必须写一个书面理由，司法部长签字的书面理由，提交给国会，国会来审议。不是说你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公开就不公开的，国会得审的。更重要的是，当你涉及到机密文件啊，你必须同时公布一个非机密的一个提纲，就是这份文件里头啊，不涉及到机密内容的主要信息，你必须通过这样一个提纲的形式把它公布出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吗？就是这个爱泼斯坦透明法案呢，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彻底的。它是要求从美国政府内部文件到爱泼斯坦涉案的所有的信息，只要不涉及到受害者的隐私，只要不涉及到现在的起诉的案件，就通通都予以公开。那么大家也就知道了，为什么这项法案当时啊攻防的这么激烈，共和党就不感兴趣嘛？特朗普当时就说，这些人肯定是民主党搞阴谋，就是不积极嘛。但是到了11月18号前夕，好像特朗普啊在飞机上就改口了，他说好像这个事情啊我不管了，他们爱怎么投票怎么投票，投票的结果出来我都乐观其成。You're going to find out what did he know with respect to Bill Clinton, with respect to the head of Harvard, with respect to all of those people that he knew, including J.P. Morgan Chase. 所以在11月18号这一天，众议院表决的时候，那众议长当时是共和党的，他就说了，呼吁共和党的党员呢来支持这项法案。画风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你想想，这个法案提案的时候只有4个共和党的叛徒啊，那你现在呢？作为共和党的议长，都呼吁自己的党员呢来公开投票支持这项法案。那最后在11月18号这一天投票的时候，这项法案就以433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427, the nays are 1. 这1票反对也是共和党的一个议员投的反对票，他当时反对的理由就是说，这有可能涉及到个人隐私，不应该公开。但是这么高比例的通过啊，在美国的立法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那么当天晚上，那参议院就对一致通过的方式啊，就通过了这项法案。因为你想，美国的立法程序，你众议院通过了，参议院如果没通过的话，这也没戏。那参议院呢，人家都没表决啊，为什么没表决呢？有点类似于举手啊，就是在参议院的议员中间，没有人提出反对提案，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所以可能现场就通过鼓掌通过的方式，或者举手的方式，就直接这个法案就通过了。11月19号这一天，川普就签署了这项法案，所以爱泼斯坦的透明法案呢，就是以这种方式啊，在美国国会通过的。通过了以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法律了，你的司法部就必须按照国会的法案来执行。所以国会呢，因为涉及到法案特别多嘛，最后就雇佣了很多人呢，据说是几百人呢，审核这些文件，在这里涂马赛克啊，把涉及到特朗普的赶紧涂上，是不是？别让这个特朗普一些关键的信息让老百姓知道啊。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名啊、地点啊、受害者的信息啊，涂了好几个月。他首批公布的信息是在12月份，当时是公布了50万件，公布完大家都觉得这太少了，是吧？当时国会也说了太少了，你这公布的也没有什么核心信息。那后来从12月份到今年的1月30号，又过了1个半月的时间，终于公布了这第2批。这司法部呢后来也出来解释啊，说这些文件加起来有600万份，600万件的文件里头，由于它涉及到不同的部门，有很多信息是重复的，所以加上第1批公布的50万份，加上这次的300万份，一共是350万份，主要的信息啊，基本都在这2次公布中间呢，全部公开了。那么后续的可能还有几百万份啊，到底会不会公开，以哪种形式公开，我们就不知道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的方式施加压力，让爱泼斯坦这个文件公开。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美这2套司法体系或者中美这2套这社会运作的方式让2个类似于红楼罗利岛这种事情能够曝光中国呢是民间举报，然后呢中央部门去查处，查处完了之后呢，所有的案件都尘埃落定了，才公开了红楼的信息。美国呢？美国不是
美国其实爱泼斯坦的案件到现在也没算终结呀，虽然爱泼斯坦死了啊。那么据说啊，就这次也属于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未决案件过程中间直接公布相关档案的。那么这个呢，在历史上也是首次。为什么首次？就是大家对美国的司法体系也提出了严重的不信任。就是2008年那次爱泼斯坦的案件就和解了，检察官跟他的辩方律师达成的这个协议极其不正常。大家可以看美国这个路径，美国的路径是在媒体的穷追不舍之下，最后由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议员接棒，通过立法的方式啊，最终让这个法案通过，然后呢，让美国政府呢公布了所有的文件。说句心里话，最近几天啊，我看到国内很多人吃瓜，都说啊，你看看他们，和爱泼斯坦相比啊，这张高丽啊，当年跟彭帅的事啊，都不算什么了，都有点像白莲花。但我在想说的是啊，其实比较这两种体系啊，你还不能真就比较他们中间的这种恶劣程度，你需要比较的是，就是这个体系内部啊，到底有多大的力量能够扭转整个过程，让这个真相曝光于天下。那我啊讲完这个故事啊，我自己的观点是啊，相对来讲，就是美国的媒体的力量，也包括它国会的力量，对政府本身权力的约束力还是远远大于中国的。要知道啊，中国给你看到的是厦门远环湾，给你看到的是红楼，但是呢，不想让你看到的很多东西就是信息黑洞，你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在美国呢，可能政府部门也会严当，也会有腐败，但是呢，因为有一个相对来讲啊比较自由报道的媒体，以及呢受民意制约的这个参政两院的民意机构，跟政府权力之间的博弈，使得最终爱泼斯坦的案件啊，至少是大部分的这个真相曝光于天下了。如果说啊，我们对美国啊上流社会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生活的不堪呢，让人觉得对这个群体啊，从某种角度来讲啊，充满了鄙视。但是这个社会制度所呈现出来的纠错能力啊，相对来讲，我们对美国的这个社会制度还是残存着一定的这种信心的。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Jeffrey Epstein mean in his emails when he said you knew about the girls? I know nothing about that. They would have announced that a long time ago. It's really what did he mean when he spent all the time with Bill Clinton, with the president of Harvard, who you know, that is Summers, Larry Summers, whatever his name is, and all of the other people that he spent time with. Jeffrey Epstein and I had a very bad relationship for many years. But he also saw strength because I was president. So he dictated a couple of memos to himself. Give me a break. You're going to find out what did he know with respect to Bill Clinton, with respect to the head of Harvard, with respect to all of those people that he knew, including J.P. Morgan Chase. Yeah, Jennifer, go ahead. Go ahead. In the file, sir. Venezuela, Why sir. not act? Why are you acting as if Quiet, McGee. On Go ahead. Venezuela, sir, you've had a lot of... You know, it was also widely reported that Bill had a friendship or business or some kind of contact with Jeffrey Epstein, and that you were not, that was very upsetting to you. Did that play a role in the divorce at all in this process? Yeah, as I said, it's not one thing, it was many things. But I did not like that he'd had meetings with Jeffrey Epstein, no. And you made that clear to him? I made that clear to him. I also met Jeffrey Epstein exactly one time. Did you? Yes, because I wanted to see who this man was.
And I regretted it from the second I stepped in the door. He was abhorrent. He was evil personified. I had nightmares about it afterwards. So.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427, the nays are 1.